实盘半年最高收益175%，目前回撤到160%左右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策略的交易逻辑啊。那么相关资料我也会放在网盘中。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勾力啊。我发现我们频道的粉丝还是有些高手的啊。我前面分享过一个组合策略啊，那么策略逻辑是比较抽象的啊，我也没有在公开的频道分享源码啊，但也还真的有粉丝复现出来了啊。这是我真没想到的啊。有点东西啊，再接再厉啊。我今天也还是在分享一个类似的啊，就是实盘跑了7个月的非对称双区黄金交易策略啊。我是在7月末开始跑的吧啊，可以说是8月份开始的啊。那么跑到现在呢，目前是有些想法，就打算优化一下啊，改进一下啊。但是优化之前呢，我需要把原版记录一下啊，做一下策略的快照啊，就供我自己以后对比参考啊。也是让我回忆一下这个细节啊，并且这都是我们日常要做的啊，所以就干脆给大家分享一下啊。那么跑了半年多呢，回报率最高的话是175%啊，那么最近的话是略有回撤啊，而且这个回报的话，可以说是远超黄金指数的一个表现啊，所以这里也请大家多多点赞，多多收藏啊，就不要老是白嫖啊，你点赞收藏啊这些也不花钱，对吧？啊，好那么这就是跑了半年多的一个结果啊，就也没有什么太多好讲的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就先在这个平台上做一下回测啊。但是因为我目前使用的这个平台，它黄金上只有18年至今的数据还能够使用啊。更远的话，比如说17年、16年、15年的话，它数据质量就太差了啊，就没有看的必要啊。所以我通常会带入。就是在平台测试完之后啊，初步的测试之后，我会带入 Costcopy 的数据啊，再测一下啊，当然也不会测得很远啊，我会大概回测2010年到现在啊，就是总共16年的一个结果啊，就看一下它在长期数据下的一个稳定程度啊。然后测完之后呢，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下策略在一些比较主流的稳健性测试后的一个结果啊，就给大家做一下参考啊。你像一些很简单的，比如说这个 ISOS 这种样本内外的测试啊，我这里就不讲了啊。看我视频的粉丝应该也都知道了吧啊，就 ISOS 它是我们必做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项目啊，所以我这里就不浪费时间去做了啊。那么整体我这个稳健性测试完之后，我会讲一下策略的一个细节啊，我都会讲到的，不要着急啊。你有能力的可以自己去复现一下这个策略啊。我相信还是有高手的啊。当然，这个策略我们内部课程也都是有源码的啊，都是有的。好，我们这里就是测黄金啊，然后1小时级别啊。然后这个策略它对于价格其实并不敏感啊，所以其他的都不用改啊，我们直接开始测啊就可以了。好，我们看一下具体的数值。1646笔交易笔数啊，这还是不错的啊。然后1.34，采收率是9.68啊，这两个数值的话也可以啊，并且我们其实看这个资金曲线也能够看出来，它的整体表现是及格的啊，是及格的啊。然后其他的数值大家愿意看自己看一下啊。还有就是这个净利润这个数值啊，我真的不想再花时间去讲这个净利润这个数值的问题啊。因为光看这个是没有意义的啊！我认为能看进去我这种视频的，都是稍微有一些这个交易认知的啊，所以我不想重复的去讲这个东西啊，它这就是一个扩大仓位的一个问题啊。好，那么这就是平台的一个测试啊，大家看后面就是最近的这一段这个回测的结果和我实盘的结果其实也是大差不差的啊，尤其是这一段行情对照的过来就是这一段啊，真的很爽啊。好，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更长时间的一个回测。好，这是2010年啊，2010年，然后大家也能看清嘛，2010年到至今16年的一个资金曲线啊。那么首先它肯定是正收益的，就没毛病啊，并且它比较大的一些回撤啊，大家可以看到它比较大的一些回撤都发生在过去啊。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啊！你最近这几年的话，基本上都没有很大的回撤啊，这其实就是我们想看到的一种情况啊。接下来我们正式进入稳健性测试啊。
我们这里首先测的是一个交易记录的蒙特卡洛模拟啊。那么简单的讲，就是我没有去改这个策略逻辑啊，那么只是把这几千笔交易的一个顺序，它的触发方式啊，做了500次的一个随机的打乱，去模拟不同的运气下这个策略究竟会怎么走。那么这里的每一条曲线啊，都是一次平行宇宙里的这个策略在同一个品种上啊，也就是黄金上的一个交易情况啊。可以看到，有些宇宙里啊，它的这个表现是很好的。有些宇宙里呢，它的这个运气啊就会稍微差一些啊，比如说最下面的这些啊，但是大家都可以看到，大部分的这个线啊都是在往右上角走的啊，就是没有大量的这个往这个右下角崩盘的一个情况出现啊，这说明这个策略它本身是有正期望的啊，而不是说刚好踩中了历史里表现最好的一条路啊。而且我们这里不仅是做了这个模拟，而且抽取了10%的一个交易记录，就是想看一下，因为有可能你这个交易记录是因为10%的那一波表现很好的这个结果给拉起来的啊。那么这里就是剔除掉那个情况，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右边这有一部分是空白的啊，因为它只抽了90%的记录去做500次的一个蒙特卡洛模拟啊。那么上面这个表的话，它就是给这500条曲线做了一个统计啊。那比如说这里的95%的情况下，这个策略的净利润最大回撤会回落在一个什么样的区间里啊？它的意思就是，哪怕你的运气很一般啊，那么这个策略大概率都还是可以正期望的啊，只是一个收益多少的问题啊。所以这一步的作用，它不是说告诉你能赚多少钱啊，而是回答一个更关键的问题，就是这套逻辑如果换一条历史，或者说换一种运气的顺序，它会不会一下子就崩了啊？那么从目前的这个结果来看的话，它的这个抗折腾能力啊还是有的，还是及格的啊。好，接下来的话是另外一种蒙特卡洛方法啊。那么刚才我们讲的是打乱交易顺序啊，那么这里的话，它就是直接在价格上做扰动，相当于是在500条改过的黄金历史数据上去反复的运行同一个策略啊。那么刚才测的是原始的历史数据，原始的 K 线，那么这里它其实是在问一个更狠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你的这个黄金的历史它不长成我们现在这个世界看到的这个样子，那么你这个策略还能够活得下去吗？当然这里也是这个价格扰动啊，大家也不要想得太过离谱啊。它都是根据黄金的这个 ATR 来计算的，就是它可以扰动，但是它要在一个范围内扰动，否则的话，那么你是很难找出这样的一个这个具备概率优势的一个因子的啊。好，我们看结果的话，右边的这片扇形，大家可以看到，大部分的路径啊，最起码都还是在右上角收尾的啊。那么只是有的宇宙里这个策略走的比较的顺啊，而有的它的这个回撤会更大，收益更一般啊。而蓝色的这条线，它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黄金的行情，这个策略在现在的这个黄金行情下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历史上的表现啊。我们可以看到，它既不偏上也不偏下啊，可以说是比较中庸的一个位置啊，就是说明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间线，对于这个策略来说，它并没有说多么的走运，也没有说多么的倒霉啊。那么上面这张表的话，我们还是简单看一下这3个数值就可以啊。那么原始的历史大概是1.1万的净利润啊，然后当我把行情扰动的更难做一点啊，更复杂一点的时候，那么绝大多数情况下策略还是赚钱的，只是收益打了折扣啊。那么只有在极少数极端情况下，收益和这个风险，也就是 return DD ratio 这个比值才会掉到2.6啊，这也不是说一个很低的数值啊。而且这里的这个100%啊，它这个意思是小概率的意思啊，它跟我们日常理解的是相反的啊。它的意思是说，有极小的概率我们才会达到现在这个值啊，而大部分情况下95%的置信程度情况下，我们都是会比3.58这个表现来得更好的啊，所以它是一个相反的概念啊。所以这一组的测试给的结论就是，这个黄金的策略优势，它不只是针对于当前的这条历史有效，你换一批其他的这个历史数据、历史走势啊，它的结构依然能够撑得住啊。当然还是那句话，你这个价格扰动要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啊，不是说很离谱的扰动。好，接下来这个测试呢是测的相当于是起始时间点的一个敏感性啊。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虽然每一条线每一个回测它的起始点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它可能这一条是1月1号开始的，可能这一条是5月13号开始的啊，都不一样，都有可能啊。但是最终呢，大部分都还是走到了右上角啊，而且我们看它
这里这个资金曲线啊，500条资金曲线，它是一个收紧的，就不是很发散的一个状态啊。这也说明这个策略它肯定不是说刚好踩中了某个完美的起跑时机啊。那么这里这个表格也显示啊，就算是随机的起跑，那么大部分情况下它仍然是一个正收益啊，而且可以看到它们之间这个数值相差都非常的小啊，这也是策略的一个好的一个信号啊。好，我们接着看啊。那么接下来这个也非常重要啊，这个是参数敏感性的一个测试啊，就是500次的模拟，然后随机的去修改它的这个策略参数啊，就相当于是在说啊，我如果把这个参数调整一下啊，那么你这个策略究竟会怎么样啊？那么这种测试很多 overfitting 的这个策略都是过不了的啊。当然，如果是很明显的这个过拟合的策略啊，它连前面的那些步骤都是过不了的啊。我们看这里的这个数值也能看到，95%的情况下啊，即便是修改了参数啊，我们的风暴比依旧维持在3.7左右啊。这就说明这个策略它的逻辑还是比较硬的啊，它没有被参数卡脖子啊。毕竟我们确实也要优化，但是我们优化不是说死抠历史，而是想要这个策略有一定的泛化能力。好，接下来是我们这个 walk forward 的测试啊，很多专业的交易者很看重这个啊。那么它的逻辑呢也很简单，就是我这里把这15年的一个数据切分成了10块啊。那么每一轮呢，我都用前10%的数据去做参数优化啊，然后用后20%完全没有见过的未来数据去做验证啊。这就相当于是我们模拟了10次这个用过去的经验交易未来的行情的这种动作究竟有没有效果啊？就是我们做了10次这样的动作的演练啊。我们从这个红色的这根线开始以后，就是每一次样本外测试的一个资金曲线啊。大家可以看到它所组成的这个资金曲线，首先我们看它的方向，很明显右上的啊，很好。然后相比较灰色的这一条啊，灰色的这一条是我们最原始的一个资金曲线啊。那么它相比较我们最原始的这个资金曲线，它的表现反而来得更好啊。一般来说不是这样的啊，一般来说做完这个 walk forward 之后，灰色的就是最原始的，基本上要跑得更好一些啊。所以这种情况也就意味着这个策略是很稳定的，就是它在不同的这个市场环境下，它的核心逻辑是一直在发挥作用的啊，甚至跑得比这个原始的绩效还要好啊。但是我在这个怎么说实盘的过程中，我是没有采用这个WFA 的这种模式的，我使用的固定参数的一个模式啊。当然这种方式的话，可能有人会觉得它会随着行情的滚动而产生变化，就有一种自适应的感觉在里面啊。但是好，最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什么移动窗格的一个矩阵结果啊，这里怎么变得这么糊呢啊？简单看一下吧，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为是这个刚才演示这个 walk forward 的一个升级版啊，它有一点这个在 WFA 的结果之上又做了一层蒙特卡洛模拟的一个感觉啊。那么这里的结果呢，可以看到差距都不是很大啊，所以总体表现来说就很不错啊。好，以上就是一些比较主流的一个稳健性测试啊。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的重头戏啊，就是给大家讲解一下操作的逻辑啊。那么我这里的话肯定不会完全事无巨细的去讲啊，这个大家应该都理解啊。但是如果说你像我视频开头讲的那个高手一样的啊，就愿意花精力去琢磨去挖掘的话，我相信是会有人能够复现的啊。那么接下来我就具体带大家看一下这个交易逻辑啊，因为这个策略它的这个多头和空头的这个逻辑啊，它不是一个镜线的关系啊，它是非对称的关系啊，就是两边其实使用的这个交易条件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需要分开来看啊。我们这里先看一下这个做多啊，我们就以这笔交易为例啊，我们放大一下看一下这笔多单啊。那么当价格在阶段性的位置企稳后，这个抛物线指标啊 SAR 指标，它突破前一根 K 线的这个高点啊，形成这个趋势确认信号之后，我们不要直接进场，而是在 SAR 的这个点位上去挂这个 buy stop 的订单啊，突破单啊。那么它的初始止损呢，我们可以设置在一个长期 ATR 的特定倍数之下啊。那么持仓的过程，这个价格进场之后稳步上行啊，稳步上行之后呢，这个策略就会启动这个短期 ATR 的一个动态的一个追踪止损啊。那么这里面是有一个长短周期 ATR 的一个区别啊。大家注意我这个措辞啊，也就是最开始的止损是一个长期 ATR， 然后做这个追踪止损的时候是一个短期的 ATR。那么随着这个价格持续的走高，止损位呢也会逐步的上移啊，始终就和这个线价保持在一个合理的
范围之内啊。那么最后的话是在一次比较正常的波动回调中，这个最终止损被触发了啊，就是仓位在相对高位了结啊，就捕捉了一段这个利润啊。那么这就是我们的多头啊。然后空头的逻辑的话，就完全呈现出不同的这个节奏特征啊。那么它的入场逻辑是，这个价格它在高位的这个 MACD 出现这个下跌，然后确认这个动能衰竭之后啊，它确认之后它不用等，它会直接以这个市价的方式直接进场啊。然后它的初始止损也是同样的，会以这个长期 ATR 动态设定啊。那么持仓的过程中呢，它就不牵扯一个短期 ATR，它会使用一个固定点数的方式去进行最终止损啊。因为这个策略它的底层逻辑是认为，黄金的空头仓位它更倾向于快速的一个锁定利润啊，就是它空头来的比较快啊。那么空头的话，对于这个策略来说，它就不敢恋战啊。那么这里就是随着这个价格持续走低啊，止损位同步下移啊，最后在价格加速下跌之后，一个小反弹之中被触发最终止损啊，然后空头的话进行一个获利了结。这就是大体的一个空头的一个逻辑啊。那么它的多空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把它取名叫非对称的一个黄金 EA 啊。好，其余的我就不多讲了。源码的话，内部课程都有啊。所以放心啊，我不会做公开的分享啊。如果你是想要这个公开的文档的话，你可以去这个网盘进行下载啊，这个我是可以分享的啊。好，那么就这啊。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还请点赞、收藏、加关注。那么就下个视频再见，拜拜。